民主的基础是自治，在满洲王道国家的历史上，一直继承了联邦共主、地方自治的政治传统。在没有自治基础的地方，永远不可能实现脱离字面意义的民主。例如中国，只能在大一统集权帝国和大一统集权党国之间轮回。在拥有自治传统的地方，君主制度不但可以实现高度的自由民主，更可以有效预防通过民主损害自由。例如满洲、日本、英国和西北欧。因为民主只是文化政治传统的衍生品，是具体的制度安排，自由自治的文化政治传统才是深埋地下的根系。任何没有主人的土地最终都会荒芜，任何没有产权的企业最终都会败落，任何没有君主的国家都很可能落入独裁者和暴民之手。政客可以为了金钱而被收买，商人可以为了利益而出卖良心，选票可以弄虚作假，甚至民意也可以朝三暮四。只有一国之君无法被收买，因为国家就是君主的产业，国强则君荣，国弱则君辱。只有君主才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天下为公。所以君主有权柄而不善用，委托议会内阁遴选各专业优秀国民管理国家，在必要时君主以威德制衡议会，才是长治久安之道。1931年9月18日，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满洲爱国者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推翻了张学良为代表的中国主义者的暴政，以微小的生命财产损失完成了满洲的光荣革命。1932年2月18日，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满洲地区正式独立于中华民国。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建国宣言发布，标志满洲国的诞生。满洲各阶层一致奉迎正统君主及大清前宣统帝溥仪为执政，作为满洲国国家元首。郑孝胥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大臣。当时全世界1/3的国家陆续承认满洲国，并与我国建交。亲邦日本率先承认满洲国独立，并倾力守护扶持。1932年，即大同元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满洲国执政府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确定满洲与日本的亲邦、友邦、盟邦关系。1932年的满日联盟建立满洲国，与1635年的满蒙联盟建立大清帝国一样，是满洲历史上2大重要里程碑。独立建国后的满洲瞬间焕发出无穷的活力，与中国彻底沦为流氓无产者的混沌地狱截然不同。满洲在关外得天独厚，挡住了义和团、革命党一次次暴乱的侵扰，保留了完整的社会生态。贵族和有产者治理下的满洲，尊重私有财产，严守法律，恪守信义，礼让修身，目光长远，从容不迫地建设井然有序、风俗纯良的道德国家。为了平衡南北，避免满洲2大超级都会奉天和哈尔滨的厚此薄彼，选择满洲的天然地理中心，同时也是南北满洲铁道的中间点长春作为首都，改称新京。选择长春作为首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长春原来人口只有10余万，土地转让廉价，对于保守稳健的满洲国政府而言，不增加财政负担。
吉林省长西洽特别公布了以长春为中心方圆10公里区域的土地禁止买卖命令，事先防止土地投机。满洲国都建设征地依法行事，尊重产权。中国式的强拆和聚敛之风在满洲国根本不存在。由于杜绝了炒房投机，新京土地价格便宜，每平米1.5满元，折合现在的伪人民币约48元。新京成为亚洲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城市。新京下水道建设采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模式，使雨水流入室内公园的人工湖，设计巧妙，杜绝了内涝情况的发生。新京起伏的地形在规划专家们手中点石成金，低地开挖人工湖并设为公园，避免作为住宅用地。交通干线最宽可达60米，冠绝东亚，以至于道路中间的参天树木可以自由生长。公园、湖泊、苗圃遍布城中。新京人均占有绿地31平方米，为世界大城市之冠，有百花春城、森林之都的美称。在建造新京的同时，当局在新京东南部拦河筑坝，形成一汪潭水，周围遍植树木，形成了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人工森林，既为新京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又为人们提供一个交友休闲的好去处。这就是现在的净月潭。新京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并聘请大阪交通局的专业团队，详尽规划了120公里的环城地下铁和有轨电车道路，以及环城高速公路。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全部是亚洲第一。大新京都市计划担当总指导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建筑系主任佐野利器，他的麾下则聚集了几乎当时日本所有知名的建筑师，如现代主义大家远藤新等。这是当时世界顶级的城市规划团队，其规划风格至今令人拍案叫绝。计划详细到土地经营、设定绿化区、低温地的亲水公园化、直角交叉道路、禁止高架线、强制冲水测试等等，而且还扩大了在下风处的工业区。为了避免路线型的商业街太过于冷清，甚至将其设计成连接街廊型的集团式商业区。在商业区还限制建筑不能低于23米，而住宅区则采用集团住区制，使市民生活便于组织化。标准住区单位人口为6000人，1200户，面积约1平方公里，依次构成包含各种生活方式的有机大都市。新京的建筑则更以兴亚式、满洲式建筑风格而为世人称道。帝国时期的地冠式建筑庄严肃穆、大气磅礴，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包括满洲国国务院、新京综合法衙等著名的国都8大部，建筑精美，质量上乘，做到了审美和实用的完美统一，至今仍然完好无损地继续使用。与伪中国占领后粗制滥造的质量如豆腐渣、丑陋如火柴盒的建筑相比，鹤立鸡群，高下立判。尽管中国对满洲国百般污蔑诋毁，但流氓无产者们一见到新京的壮盛皇居和王者气象，仍然不得不在内心中匍匐在地。新京也不乏大量西式古典主义建筑，代表如著名建筑师西村好实设计的满洲中央银行，采用巍峨雄壮的多利安柱式，建筑标准极高，坚固程度可以抵御核爆炸的冲击。
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满洲国元采用金本位，与日元实现1:1兑换，购买力强大坚挺，是名副其实的硬通货。即使在满洲国沦陷多年之后，仍在民间广为流通。满洲国纸币印刷精美，体现了满洲国力的强盛，不但实用保值，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是收藏界的珍品。满洲铁道在满洲第一大企业满铁的大力推进下，得到更快的发展。很快，总里程就突破了12000公里，铁路密度是中国的近10倍，是世界上铁路最发达的国家。时速130公里的弹丸高速列车由大连机车厂研制成功。1934年至1943年营运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采用大连制造的流线型机车，全封闭式空调车厢。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铁，也是后来日本经济腾飞时新干线的起源。满洲公路总里程超过6万公里，而中国全部公路加起来才2万公里。1932年，满洲航空线总里程就达到1.5万公里，而这一数字中国在1950年代都没有达到。而满洲可以直接连通日治朝鲜的青津港，客货轮船形成日本海横断航道，重现了渤海国时代海上黑雕之路的繁荣。满洲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在钢轨、车轮、飞机、轮船之上，一日千里，繁花似锦。满洲国政府对全国109个城市进行了详尽长远的规划，不同于中国的圈地运动式的野蛮城镇化，以铁道交通线沿线聚居而形成的满洲城市化率高达23.8%，这一比例直到1990年代中国都没能超过。高度城市化使得满洲形成南北满以奉天和哈尔滨为中心的城市群。20年代末，北京、上海派发到欧美的电报均需转经奉天。从奉天到关东州大连的铁道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形成远东最密集的工业城市群，有东方鲁尔区之称。1931年，满洲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26.9% 增加到 59.3%， 而中国2003年才达到 57.5%。1932年，满洲国发电量59亿度，1936年135亿度，1944年达到418亿度。满洲电业员工达2万以上，发电总量追平日本，而且有亚洲水电之母丰满水利发电所，所在地原名小丰门，取丰富满洲之意，遂将丰门写作丰满。丰满水电站的修建也催生了人工井质吉林雾凇。丰满水库1937年正式动工修建，当时为世界第3大人工湖。大坝建成并并网发电后，每到冬季，由于松花江水经过水轮发电机组，内能增加，水温升高，下游吉林段江面不再结冰，水蒸气散入空中，与凝结核结合形成冰晶，挂于树上，形成了吉林雾凇。1943年，丰满发电所正式运行，仅丰满电站的发电量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全国发电量。此外，还兴建有镜泊湖发电所和鸭绿江水丰电站，与丰满电站并称满洲国3大水电工程。这些水电工程在当时为世界一流水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哈尔滨特别市早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就已成为亚洲第2大国际都会。
34家外资银行在哈尔滨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尔滨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1809个。1928年，哈尔滨滨江海关超过中国境内的5大海关，成为远东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1926年，满洲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并开播。松花江地区的语音由于与北京内城旗语高度接近，逐渐成为满洲国语的标准语音。1928年，哈尔滨站已经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满洲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出现了庞大的合成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而中国可怜的工业还只是局限于几个孤零零的大城市，而满洲早已举国工业化。当中国人习惯于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干农活的时候，满洲人已经习惯每天去工厂上班领取工资了。在整个1930至1940年代，满洲的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1945年时，满洲工业总产值超过日本本土，是中国的17倍，亚洲第一，世界第4。满洲国民生活富足，人均产值与当时的葡萄牙接近。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接近这一历史水平。满洲艺术百花齐放。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成立，佳片迭出，并推出歌影巨星李香兰。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生于奉天省辽阳县，日裔满洲人，曾在满洲国的流行歌曲大赏中获得桂冠。李香兰因形象出众、满洲话标准，加入满映迅速走红，成为满洲国头号女星。后在满日中三国巡回发展，其演唱会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其著名歌曲《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至今传唱不绝。满洲著名作家梅娘及孙佳瑞是1940年代最受欢迎的满洲女作家，当时与中国作家张爱玲齐名，有北梅南陵之称。其代表作有《水族三部曲》《鱼、蚌、蟹》等，在半年内8次再版，并荣获大东亚文学奖。其丈夫在燕京地区推动华北自治的机关报纸《武德报》供职。这些政治背景导致满洲沦陷后，梅娘遭到中国数十年的残酷迫害。满洲最有天资才情的女作家从此失去创作自由，如同满洲所有的辉煌成就一样，被中国侵略者任意糟蹋、污毁，直到黯然消逝，化为历史的尘埃。满洲文化在大清300年的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东亚，不仅仅满洲协和语满大人语取代了中国人的母语成为官方语言，如中国上海改版的旗袍也源于满洲旗人女装，中国所谓的国服中山服也实际来自于满大人领及满洲市立领。相比盗版的中山服，满洲国的协和服才是正版原版。立领、盘扣等满洲文化元素走出满洲，成为东亚的时尚符号。满洲国当时教育体系已经高度发达，3000万国民拥有12000所小学、200所中学、140所师道学校、50所技术及专业学校和大量军官学校。除此之外，满洲鼓励私立教育和宗教教育，有1600所私立学校、150所宗教学校、
以及哈尔滨地区的25所俄裔私校。后来众多大放异彩的日裔移民都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著名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根岸英一即出生于新京，并在满洲完成了自己的基础教育。世界级影星三船敏郎26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满洲，并在满洲国陆军航空兵服役。其与黑泽明的合作，创作了《罗生门》《七武士》等诸多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及其同僚、朝鲜前领导人等等，都是在同时代满洲接受的教育。满洲国的培养和熏陶，为战后韩国、朝鲜建国和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由于满洲的工资水平甚至高于日本，吸引大量日裔移民来到满洲，组成开拓团，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向满洲国政府租用开发荒地，建设农场。由于日裔饮食偏好食用大米，因此从北海道耐寒的稻种中选择适合满洲气候的水稻及著名的赤毛加以培育，并取得成功。这也逐渐影响了满洲人的饮食习惯，从小米、高粱、玉米、大豆逐渐演进为今天以大米为主。本来满洲历史上也存在寒带水稻，如渤海时代的芦城稻，以及韩裔在南满种植的水稻，但产量很低，无法推广。直到日裔移民带来与北满纬度类似的北海道稻种，并在满铁等科技巨头的参与下，科学管理、兴修水利、大规模推广机械化，才彻底改变了满洲的作物和农业结构。从此，满洲人才吃上大米。但即使在当时，满洲人仍不习惯食用米饭，所以中国占领满洲后疯狂造谣，将战时经济管制说成是不许满洲人吃米饭，实属丧心病狂。不过在大部分满洲人尚未习惯吃米饭的时期，少数从南中国渗透进入满洲的匪谍确实保留有稻作区吃米的习惯，因此看到这类可疑人员严加盘查甚至审讯，必有意外收获。随着早生大野、龟尾、大元、万年等新品种的培育成功，满洲的水稻种植面积从1932年的6万亩到1940年达到30多万亩，产量80多万吨。同时，日本农林省也把自己培育的陆羽132号和红糯作为奖励品种派发给满洲的农户们。满洲大米的推广完全得益于满洲国时代日裔、韩裔农户的苦心经营、科学培育。满洲现有的稻种几乎全是当时留下来的无偿馈赠。中国任由杂交水稻之流欺世盗名，而实际满洲的稻田里一粒中国米都没有。中国人插了5000年的秧，一株能在满洲气候成活的水稻都没有培育成功。名满天下的五常大米，正是日裔开拓团留下的陆羽、龟尾品种，还有日本著名月光米的杂交。可以说，不光是满洲人吃上大米，要感谢日裔开拓团的功绩，中国侵略者能吃得上口感强于饲料的大米，也要拜满洲所赐。而令人心寒的是，今天满洲一小撮身为亡国奴、不知亡国恨的蠢货，也被中国愚弄，数典忘祖。更有中国暴民千里北上，到方正开拓团纪念碑泼油漆、打砸破坏。满洲人被中国吃干抹净，还要再踩上一脚，满腔悲愤却无能为力。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是这样的下场。以满洲杰出外交家谢介石为代表的台湾裔移民，也成为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亮点。在日治时代，台湾人具有双语优势，其所说的国语与满洲话虽有区别，但不妨碍理解。所以成千上万台湾人，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医生，
等远渡重洋来满洲谋生定居，时称过满洲。在满洲工作赚钱的台湾人薪资往往是台湾同样职业的几倍，他们被人羡慕地称为幸运儿，足见当时满洲国经济的富足和发达。由于草创阶段一切从简，国体事宜在建国之初并未确定。然而面对苏联极力传播扩散的共产主义和中国鼓吹的实为法西斯主义的三民主义流毒，先总理郑孝胥为代表的满洲国精英审时度势，依托满洲文化政治传统，致力于传统道德的巩固，提出王道主义思想，提倡王道教化，重仁义，兴礼让，明确道德是一切政治制度的基石。郑孝胥先总理早就看穿中国主义外衣下隐藏的极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本质，以及其所谓的共和必将被共产主义颠覆，因此留下惊世预言，振聋发聩。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是为著名的三共论。后引申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共管长治久安。对于中国，郑孝胥精确地指出，在意识形态上，民国乃敌国也，中国最好的结局就是列国共管。这在10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真知灼见，洞彻人心。1934年，满洲国正式确定国体为2元君主立宪制度，即以君主为核心，与议会共同掌握国家政权，但大部分情况下，君主有权利而不使用，这是符合当时满洲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建构，更是对满洲传统的联邦共主制度的传承和发展。因为只有立足满洲自身的文化政治传统，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才能抵御苏联的共产主义幽灵和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恶魔。大清帝国解体后，中国虽然保留对清帝的尊号，但明确规定代之以外国君主之礼，这里外国指的就是满洲国。因此中国实际早已默认满洲为外国和独立国家。因为辛亥暴乱只在中国境内爆发，而满洲本土一直没有任何反清革命暴乱，且奉天政权始终心向帝室。张作霖多次表达要迎回清帝，独立建国，遗憾未能实施，即遭苏中合谋暗害。满洲国执政爱新觉罗溥仪作为满洲固有君主，德行俱佳，当之无愧，继续作为满洲皇帝，成为各族群共主，得到满洲国民的一致爱戴。1934年3月1日，改元康德元年，康德皇帝陛下在新京南郊杏花村行登基之礼，满洲国因此正式命名为大满洲帝国，简称仍为满洲国。国体奠定，举国欢变。大满洲帝国国旗沿用黄底5色旗，这一旗帜演化自奉天时代最高行政委员会旗帜，也是传承自北洋民国国旗，也即大清帝国海军将旗。而5色旗传统则来自于满洲传统，从辽金时代就已经开始。满洲国国徽亦为皇室徽章，为兰花玉纹徽。皇帝旗为满洲代表色黄色旗帜加金色兰花玉纹徽构成。满洲国常用语言为满洲语、日语、蒙古语、朝鲜语和俄语，并与日语互动过程中产生了满洲特有的具有阿尔泰诸语言语法特征，兼收东北亚各语言语汇的协和语。满洲语即满大人语，也简称满语。女真满语则称为固有满语。满洲国歌在建国之初大同年间为天地内有了新满洲，随着国体确立
重新谱写了满洲国国歌，原国歌则称为建国歌。相比于国歌神光开宇宙的庄严大气，建国歌词曲轻松活泼，音域不宽，适合传唱。建国歌与国歌的关系类似美丽的亚美利加和星条旗的关系。1935年4月2日，康德帝出访亲邦日本，从新京乘坐当时世界速度最快的亚细亚号专列到达关东州大连港，取海路前往横滨。日本昭和天皇陛下极度重视康德皇帝陛下御来访，特遣御召舰比瑞号战列舰供康德帝乘御，与博云、从云和白云共4艘军舰组成强大舰队，一路护航，规格史无前例。康德帝在途中兴之所至，感慨亲邦情谊，御笔题词：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以称颂两国友谊。其后更即兴赋诗曰：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岂在览山水，两国深盟日月朝。这不由得使人思绪回到渤海帝国时代，满洲就与日本结盟，共同抗击中国的侵略扩张。彼时渤海日本使节商团往来如梭，也留下两相和议照，四海是同家的千古名句。康德陛下为首的访问团到达横滨后，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100架飞机组成的编队为皇帝陛下进行飞行表演，日本特别修筑奉迎建筑以示尊龙。日本民众挥舞着满日两国国旗，万人空巷，欢庆满日亲善，共建东亚乐土。登岸后，康德陛下在致富宫庸人亲王的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完毕，登上开往东京的列车。昭和天皇陛下早已在车站迎候，宾主一见如故，畅叙满日一德一心，情同手足，约为兄弟。在日期间，康德皇帝深受日本国民尊皇崇德、上下同心、公行仁义、忠勇奉公之精神所感动，回銮之后便颁布训民诏书，申明满日两国君主精神一体，两国一德一心之主旨，发扬东方道德之真意，以增进世界和平、人类福祉，更对东北亚原生的神道哲学产生浓厚兴趣，逐渐为满洲国家精神找到了源泉。一个人选择相信什么、尊重什么，是其精神境界、思想层次和阶级地位的最直接体现。在面临着东亚大陆上共产主义幽灵和中国法西斯主义恶魔肆虐的险恶环境，满洲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关乎满洲能否在东亚百鬼夜行的处境中生存下来，至关重要，无比重要。唯有观念才能对抗观念，体系才能制衡体系，组织才能战胜组织。因此，满洲国君臣一心，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应对之道，在东北亚亲邦的思想宝库中寻回本我。日本民族起源于东北亚大陆，与满洲4大民系都属于高度阿尔泰化的族群。日本民族源于满洲4大民系的魏末系，对应满洲最早的国家扶余和高句丽。满洲的骑马民族在上古时经由朝鲜半岛东渡日本，虽开启古坟时代。比较语言学显示，日语是目前已知的最接近高句丽语的语言，证实了这一论断。由于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室，自神武天皇以降传承2000多年，从未中断。因此，得益于保守精纯的传统，日本文化中完整保留了东北亚最古老的宗教哲学
为神之道，满日为同文同种兄弟之国，因此满洲李师自然要求之于亲邦日本。在上古时代，生活在东北亚的先民们便崇尚万物有灵，崇敬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形成了朴素的萨满信仰。萨满一词即来自满洲固有通古斯系词汇，并被俄语、英语引用，通行于全世界。萨满信仰是全人类在史前时代的最初信仰，但人类大多数地区的萨满信仰和自然宗教并未系统地形成哲学。东北亚地区的萨满信仰在满洲长期处于萌芽状态，存在山水崇拜、祖灵崇拜以及各种神话，但并未形成哲学。而在与满洲同源一脉的日本，在日本书纪和古世纪的时代，原始的萨满信仰受到传入的佛教哲学影响后，得到了历史性总结和系统性升华，遂形成东北亚原生的为神之道宗教哲学体系。满日两国的文化渊源本自一体，因此满洲宗教哲学向为神之道的回归是水到渠成之事。为神之道亦称随神之道，神指的是世间万物的灵力，至高无上的道德。由于东北亚与欧洲语言语义的差异，神道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的宗教，而是东方道德教化的哲学信仰。现代人往往受到西化概念的影响，将神道和神道教混为一谈，流于肤浅和狭隘，实为误读。满洲国家神道为哲学体系和意识形态，不但对各种宗教没有任何排斥，而且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神道、王道、人道，归根结底是道德教化，道德才是一切社会制度、法律法规、生活方式的基础。神就是至高、至善、至美的道德本身，真正的王者是道德的化身。满洲国民行神道，尊王道，重文教，这就是满洲文明开化的不竭源泉。因此满洲才远离污秽，成为只有亲爱没有怨仇的王道乐土。康德7年7月15日，康德皇帝陛下颁布诏书，满洲国本奠定于为神之道，以建国神庙迎奉天照大神为满洲建国元神。天照大神即东北亚各族群所崇敬的太阳神，太阳的光芒能量是万物之本源，因此是神道体系的主神。日本天皇皇室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而日本全力相助满洲建国，满日联盟回归神道哲学，如同满蒙联盟弘扬藏传佛法一样，是满洲国家意识形态、宗教哲学的又一次全方位提升。因此奉天照大神为满洲国建国元神，不但合情合理，更符合东北亚历史文化传统。与国本为神之道并称的是国纲忠孝之教。满洲国对忠孝的定义与日本类似，是对君上的封建性忠诚，对父母的合乎是非大爱，而与中国诡异猎奇的24孝之类的行为艺术完全不同。至此，满洲国体协和王道，国本为神之道，国纲忠孝之教均已确定，法统道统悉就其位，国之四维披基永固。满洲国家如出水芙蓉，在东亚大陆污泥浊水之中不染不妖，成为反抗苏联赤货、抗击中国法西斯暴政的坚固堡垒，定海神针。